近日，我国外交部在回答记者疑问时，确认了近期我国再次进行了可重复使用高超音速航天器的技术验证。这种航天器不仅在航天领域有重大意义，同样也会对未来军事领域产生巨大影响。那么它在军事上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近段时间，我国在航天航空领域的发展可以说是像坐火箭一样的迅速。除了加紧空间站的建设，还有国家批准关于以后对外太空探索的方案。就在近日，外国媒体的一篇报道可谓是赚足了眼球。在报道中称中国试射高超音速核导弹，不过我国也在第一时间进行了辟谣，但同时也算是官宣了这次测试。实际上是我国在试验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这种可重复使用的亚轨道航天器在此前的报道中有提到过，应该就是那款过于先进不便展示的飞行器。这种技术一旦成功，对于降低航天器使用成本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军事领域产生极大的影响。可重复使用并且在亚轨道飞行的航天器是目前我们人类能够研发出的最先进的空间运载器之一，能在距离地面20至100千米的空域进行飞行。也就是说，这种飞行器的飞行高度超过现在所有飞机的最大飞行高度，可以在卫星所在的最低轨道高度进行机动。另外，这种飞行器综合了火箭、太空飞船和常规飞机的特点和优点，能够快速向低轨道运输载荷，以及较长时间的在轨道停留和机动，以完成各种空间任务，并且在完成任务后能够自主返回，准备进行下一次任务，是一种更安全和高效率的飞行器。当亚轨道重复使用飞行器的技术成熟并运用于军事上，其对于军事领域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大的。这种飞行器因为飞行高度的原因，目前无法被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常规战斗机以及地对空导弹所拦截，而根据它的运载力以及可以长时间停留在亚轨道进行飞行的特点，可以研发出与之对应的空天轰炸机以及空天战斗机等一系列用于进行高空制空和对地打击任务的飞行器。就像网友吐槽外媒炒作的报道一样，我们试飞的确不是高超音速核导弹，但是没人不允许高超音速飞行器里面携带核弹，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虎哥觉得这关键就看从哪个出发点去思考和理解。就凭诸多西方媒体那一贯喜欢造谣抹黑中国的态度，即便中国测试的是和平用途航天器，他们照样能给你抹成黑的，说是有威胁的先进武器。所以大可不必在乎，只需笑笑就好。实际上，在欧美国家对于亚轨道可重复使用飞行器在军事上的研究从未停止。最为人熟知的就是美国的 X-37B 航天器，以及后人津津乐道的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研究的银鸟空天轰炸机。在这些眼花缭乱的炫酷飞行器中，美国的 X-37B 是最具代表性的。它是史上第一架既能在卫星轨道飞行，又能在大气层内飞行，并安全返回地面的飞行器，也一度被认为是未来太空战斗机的雏形。该型航天器的速度最快能够达到25倍音速以上，相当于近乎8倍于黑鸟高空侦察机的速度。常规的导弹、雷达和战斗机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探测和攻击，完全能够实现当初美国人提出的1小时打遍全球狂想，是一种非常先进且可怕的武器。不过可能因为经费和技术问题，近年来 X-37B 也没有了消息，再无下文。除了进行无法拦截的高空轰炸和制空，这些飞行器还可以完成对敌方重要目标的侦察，以及摧毁太空中卫星以及其他航天器的任务。可以说，一旦掌握了这种技术，对战争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我国这次测试这款可重复使用的高超音速亚轨道航天器，可以说不仅为我国之后的航空航天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还为我国军事领域未来轨道空间作战进行了先行技术探索。一旦我们率先装备了亚轨道飞行的空天轰炸机、侦察机和战斗机，会让任何潜在敌方的复杂防空体系瞬间形同虚设、土崩瓦解，可以在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下，第一时间对重点目标进行战略层面的打击和威慑，甚至连未来战争的模式可能都会由我们来进行改写。